各位朋友，昨天呢，我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测，就是说周星驰导演晚年的周星驰已经是64岁了吧，现在好像是晚年的这部《功夫女足》，我认为呢，在中国票房呢30亿打底儿。我看呢也有很多人在我的这个视频底下留言，这些人呢往往都没看影片，直接上来就留言说肯定是个烂片儿之类的吧。周星驰的电影到底是不是烂片呢？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呢，我看到中国的这些观看过的这些网友的反应，我今天呢给大家来说一说。有中国的影评家看过了这个电影，他觉得呢，周星驰的《功夫女足》绝不是一个烂片，而是一个周星驰诚意满满的无厘头的他自己代表的风格片。这个话怎么说的呢？不要因为导演是周星驰就去苛责功夫女足。那么看过这个少林足球以后呢，中国的影评家说可以当少林足球的姊妹篇。如果少林足球是8分的喜剧作品的话，那么功夫女足呢可能只有 6.5 分。如果你对功夫女足的期望过高，可能会有些失望。可是呢 6.5 分的功夫女足呢也足够值回票价，绝非烂片。它已经达到了至少让人快乐1个多小时的这么一个结果。我看我的留言底下还有很多看过的网友给我留言说，浩哥我看了就是感觉呢这个不是一个就是周星驰好像这个突破之作，还是以前的那些那个梗无厘头那一套是吧，没有什么创新，但是呢确实看着挺乐呵，足以值回票价。就这个意思。我昨天的视频在结尾的部分我也给大伙说了，就冲着星爷晚年捧出的这个诚意满满的自己最擅长的无厘头喜剧片，也值回了这张票价。他没有像有些导演成名以后就飘了，就开始去拍自己根本驾驭不了的那种所谓的历史厚重题材的大片了，对吧？无一例外全都拍砸了，对不对？而人家星爷很清楚自己的定位，我就是一个无厘头风格的喜剧导演。所以就冲着星爷的这一份自我清醒的认识，这份诚意，我感觉这个片错不了。关于功夫女足到底好不好看，其实呢网上是没有答案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功夫女足的导演是周星驰，那些说功夫女足是烂片的人，他们的评价是苛刻的。因为周星驰没有将功夫女足做到8分的水平，他们就苛刻的指责功夫女足是烂片，是炒冷饭。那些疯狂吹捧功夫女足的人，他们的评价也缺少理智。他们的评价中呢，有对周星驰情怀的加成，功夫女足不差，但也没有好到周星驰以往的经典喜剧作品最高的那种水平其实呢，影评家说呢，功夫女足足以打7分加上 0.5 分的情怀分。有人呢老是说年轻的时候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，可是呢周星驰自己说他们不欠我电影票，我就是一个拍电影的他们来看我的电影我已经很感激了，你看看人家这份虔诚是吧。那么如果你喜欢周星驰呢，不要太过相信网上的评论，自己看自己去感受。而对于路人的观众，我想说呢，功夫女足绝非烂片，它是一部合格的商业喜剧。如果只是想看电影消遣娱乐一番，功夫女足肯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个功夫女足呢，它这个电影前文所述功夫女足的质量不足以媲美少林足球。在这其中呢，最重要的因素呢有2个注意这是对比少林足球而言。第一个呢是人物塑造，少林足球的这种人物塑造中呢，
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的鲜活，他们都是底层的小人物，有各自并不光鲜的职业，有各自不同的生活困境。而功夫女足中呢，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不多啊，群像的塑造一般，好多人呢只知道他的名字、生活背景啊，你就一无所知了，甚至大部分人呢，你可能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功夫女足可以说呢，缺少了一点人间烟火气，对小角色没有悲悯。少林足球里边，我闭上眼睛就能回想起每个小角色的职业，每个小角色的人生的困境。譬如大师兄在酒吧干杂工，被老板又酒瓶砸头，不敢反抗，因为反抗就失去了生活来源。他们为什么要踢球？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这糟糕的现状，这个动机是非常动人的，也是周星驰喜剧之所以动人的精髓之一。然而呢，功夫女足中他们踢球的动机是缺失的，准确的说是薄弱的。张小斐饰演的双双想要踢球，因为他梦想拿世界冠军。迪丽热巴饰演的这个玉龙想要踢球，因为他想陪双双踢球。这些动机呢，和小人物反抗命运的动机相比呢，完全不在一个层次，想要打动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就有点困难了。不过呢，功夫女足中呢，张艺兴饰演的那个徐凤这个角色还算丰满，他的动机呢大概率能够打动人心，因为他的动机是爱情。众所周知，周星驰的喜剧从不讽刺爱情，在他的电影中总是充满着纯真的爱情。功夫女足至少在这一点上不逊色少林足球。那第二呢，就是说剧情呢略显单薄，人物的塑造呢也稍显无力，所以呢人物不丰满啊，剧情呢要担首要的责任。剧情单薄，功夫女足呢可以看作是一部动作片，主要的剧情就是峨眉女足和不同对手的比赛，最后呢和大 boss 大和女足的对决。这个大和指的不就是那小日本吗？啊，明白吗？暗指小日本。所以呢，功夫女足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视觉特效上，他们踢得很精彩，飞天遁地，展现各种武功的绝技。当然也有人说是五毛特效啊，对吧？这玩意儿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吧。而呢，大家也知道，动作片如果文戏一般，打得再精彩的观众也会看累。所谓的打戏贵在精而不在多，贵在打得有动机，那个动机成立，只要一场打戏其实就够了，观众会沉浸其中。如果单纯只以视觉奇观刺激观众呢，观众不一定会入戏啊。那么比如前段时间啊热映的我遮眼打得很猛，但是呢文戏太弱。还有甄子丹的杀破狼，其实打戏不多，但文戏很细腻，因此呢观众就看得很入戏。功夫女足呢也想加强这个动机，让观众能够入戏，可是这个动机塑造的有点过于简单。这个动机呢就是双双和玉龙之间，两个人明明很在乎对方，却总是吵架。这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太弱了，以至于他们俩只是在徐峰呢简单的挑拨下吵了一架便解决了。功夫女足呢还有一些矛盾，双双和其他的队员理念冲突，不过都很轻松的解决了。此外呢，剧情单薄呢也导致功夫女足的节奏有些生硬，这其实是周星驰以往电影中很少见的情况。周星驰的喜剧是很注重剧情的，只能说呢，如今周星驰的身边呢人才凋敝，他们不能帮助周星驰弥补剧情上的短板啊。以前他巅峰时期的那些团队没了。虽然功夫女足略有瑕疵，但是周星驰用他擅长的无厘头喜剧的桥段编排，撑起了功夫女足的下限。功夫女足搞笑的桥段不少，有好几处啊，让你忍不住大笑，发自内心的。这个不管怎么样啊，就是功夫女足呢是值回你的票价的。希望呢周星驰呢下一部电影呢能够呢更加注重剧情一些。不管怎样啊，影评家说周星驰只要继续拍，我就会继续看，而且我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，我只相信他的电影。
再强调一下，周星驰这部电影不是炒冷饭或者是卖情怀，他尽力了，他只是没有做到80分而已。你可以骂他江郎才尽，但别给他扣其他的帽子。说白了，周星驰的电影没有烂片之说，只有好和一般之分，绝对没有圈钱之作啊！这个电影，而那句话是周星驰晚年很具有诚意的一部他自己的风格的喜剧片，值得一看，你不会后悔的。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